好，巴塞罗那的政治局势尘埃落定，官方已经宣布，拉波尔塔以68.18%的得票率高票连任了巴塞罗那主席，而他的反对者丰特只拿到了29.78%的选票。至此，拉波尔塔连任之后，立刻宣布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首先，弗里克的续约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每日体育报说呀，弗里克和巴萨的续约谈判其实早已完成，双方将续约到2028年。之前只是在等待拉波尔塔成功连任。那么实际上，在2月份，在拉波尔塔、弗里克本人，还有弗里克的经纪人、超级经纪人扎哈维在他们的会面中早已敲定。值得指出，弗里克一直倾向于1年一续约，去年他已经将合同延长到了2027年。虽然现在弗里克和巴萨处于蜜月期，但他仍然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现在教练和体育管理层的配合非常默契，未来计划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毕。大部分一线队球员的合同也得到了保障。总监德科下窗面临的挑战是要签下一名顶级中锋，还有一名顶级中后卫。而主教练弗里克的任务是继续压住青训，下赛季想给2名年轻的球员机会，埃斯帕特和汤米马克斯。18岁的埃斯帕特身高1.75米，他最近的崛起再次展现出拉玛西亚的青训实力。埃斯帕特在周二客场对纽卡斯尔的时候，以替补身份完成了一线队首秀。他又在对阵塞维利亚的比赛中迎来了自己的首次首发，踢满全场。作为右后卫，再次拿出了令人鼓舞的表现。埃斯帕特这个年龄段的巴萨青训已经出了像亚马尔、库巴西还有贝尔纳尔。3年前本来还是踢中场的埃斯帕特，由于青年队的右后卫位置出现了伤病问题，被调整到了右后卫，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位置。而19岁身高1.86米的汤米马克斯是位中场球员，最近德容受伤以后，贝尔纳尔成为完美的替补。另外还有像卡萨多，还有像汤米马克斯都可以踢这个6号位。主席拉波尔塔连任之后直接说，这一届任期我将打造一支顶级球队，继续壮大巴萨的阵容。这一次巴塞罗那的主席选举投票是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正是对塞维利亚比赛中场哨响之后的数小时。这一个周日，同时巴萨也是自获得了批准，在球场持续的翻修将临时容量提升到了62000人之后的首个主场比赛。当天一共有56483名观众入场，这也是自23年6月重建工程启动以来新诺坎普的最高上座人数。那么当这项耗资15亿欧元的翻新工程全部完工以后，新诺坎普球场容量将达到105000人。目前施工仍然在继续，球场的顶部第3层看台以及屋顶还没有完工。昨天新的 Go Nord 的看台首次开放使用，而一个全新的球迷助威区，大约是800个席位，也首次被安置到了球门另一侧后方的看台上。自从董事会因为该区域的球迷行为问题，在遭到了欧足联和西甲联盟罚款以后将球迷区域暂停以来，巴萨的球迷们就一直呼吁要恢复这个看台。朋友们，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如果您喜欢，请尽量将节目看完，这也能在后台数据分析中起到最好的推广效果，非常感谢。那么欢迎您订阅，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所以说，随着拉波尔塔的获胜，老 K 认为本赛季巴萨应该能够在联赛继续卫冕成功。现在拉波尔塔已经打造出了一套极受欢迎的竞技项目架构，主教练是弗里克，而前巴萨功勋球员德科担任体育总监。这个项目现在获得了稳定性，未来将持续以同样的核心决策层人员推进。无论如何，大部分的巴萨人现在对未来的竞技和经济发展都充满信心，巴萨将迎来非常美好的未来，并且明天就将召开会议，确定尤斯特和拉波尔塔共同管理的形式。这一次战略会议确定共同管理的具体形式，拉波尔塔必须出席，他会和尤斯特商议，在遵守章程和尊重尤斯特的前提下，拉波尔塔如何参与日常的管理工作。现在基本确定，尤斯特会邀请拉波尔塔前往主席附近的包厢观看本周对阵纽卡的关键比赛。本周六，拉波尔塔还将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参加关于约翰克鲁伊夫的纪录片首映式。3月24日正是克鲁伊夫逝世10周年的日子。这一个尤斯特估计就是未来拉波尔塔任期满了之后，拉波尔塔阵营推出的继任者。那么在连任以后，拉波尔塔未来将面临的挑战包括要赢得欧冠，还有回归1比1规则以后要引进前锋，
第3项就是完成诺坎普的翻新。上赛季巴塞罗那止步于欧冠决赛门前，可本赛季球队有可能会进入1/4决赛。如果本赛季实在无法在欧冠夺冠，那么巴塞罗那就必须持续的引进强援，持续提升球队的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巴塞罗那要先回归1:1的规则。在总监德科的第2个任期内，体育管理层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各种限制，也不需要等待主席通过各种手段来完成球员的麻烦的注册工作。巴塞罗那急需在转会市场上恢复正常运作。现在计划之一就是要引进新的中锋来替代莱万，加强9号位。一个能够持续进球的中锋对巴塞罗那来说非常有必要。还有就是女足方面，俱乐部面临的挑战是必须保持在女足的竞争水平。现在欧洲的各支女足球队都在加大投入。另外，巴塞罗那需要持续的提高收入，逐步减少巨额债务。本赛季的收入将达到 10.75 亿欧元，将通过完成未来几年最大的资产转型，也就是诺坎普球场来实现。第3看台现在没有完工，还需要安装顶棚，并且完成新球场的许多细节。随着巨型的新诺坎普球场投入运营，巴塞罗那的收入将大幅增加。球场周边的改造还包括一些新项目，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在2027年将开始新场馆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拉波尔塔还将面临内格雷拉事件的法律挑战。拉波尔塔相信巴萨俱乐部不会受到制裁，他始终坚称向内格雷拉支付的款项只是用于裁判报告，其行为是合法的。目前司法程序仍然在进行中，而它的结果会对俱乐部的声誉产生影响。另外，董事会的一个社会承诺是要推动俱乐部章程的新改革，目的是让俱乐部的规范框架适应当前新的时代。那么修改俱乐部章程必须要得到会员的支持，他们也将在大会上投票表决。巴萨俱乐部很可能会开启一个让所有会员参与改进的讨论过程。所以具体来看，老 K 估计首先要买下奥斯梅恩，费兰托雷斯可以卖掉，也可以打替补。另外必须果断地买下坎塞洛。至于要不要买断拉什福德也是众说纷纭，但是专业的事情尊重专业的意见。既然主教练弗里克对拉什福德有意，那么咱们巴萨就要支持。第3，今年夏天如何清理掉法蒂，如何清理掉特尔施特根，还有克里斯滕森出勤率太低，也必须要清理掉。最后在中场方面必须要补充 B2B 的扫荡型硬汉，最好是黑人受邀。那么再引进1-2个有经验的稳固中后卫，就像过去的伊尼戈那样。以上种种将完善巴萨的阵容，下赛季对欧冠冠军发出最强有力的挑战。这一次拉波尔塔的胜选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此前这几年巴萨取得的成功的奖励。本次最终有114504名巴塞罗那会员有资格参加选举，最后是48480名会员投票，投票率为 42.34%， 也包括了主教练弗里克，还有库巴西、奥尔莫等多名球员。想想5年前2021年拉波尔塔当时当选的时候，接手的这支巴萨是一支状态低迷、阵容严重失去平衡的球队，而且财政状况极为糟糕，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雪上加霜。而5年之后，在拉波尔塔的手下，巴萨已成为西班牙国内3冠王的卫冕冠军，并且已经是欧洲最出色的球队之一。所以归根到底，这一切才是帮助他再次连任的关键。像亚马尔、库巴西、贝尔纳尔以及费尔明的崛起，都发生在拉波尔塔的领导之下。当然，这几个天才球员在拉波尔塔2021年回归以前，本身就属于巴萨。可正是拉波尔塔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为这些球员也包括主教练和体育总监德科，搭建了能够让人才尽情闪耀的最佳平台。拉波尔塔在拿到结果后表示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它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也让我们势不可挡。未来几年将会非常令人兴奋，我相信那将会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之一。我只能感谢巴塞罗那，感谢这家俱乐部，它是一家让所有会员都能选择由谁来代表他们的机构，这太美妙了，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次选举中，对手的阵营带着一种让所有巴萨球迷彼此对立的想法而来。今天会员们把选票投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会团结在一起捍卫巴萨，抵御一切人与一切的挑战。这场胜利是对我们多年来所做工作的支持。同时看到我们的主教练弗里克也来到现场，真的太棒了。他是一名俱乐部会员，并且愿意特意赶来投票，亲身参与到巴萨俱乐部的民主选举中。对了，今天的投票巴萨女足的球星邦马蒂也亲临投票现场进行了投票，
拉波尔塔还开玩笑说：“你的票顶3票。”邦马蒂是3届女足金球奖得主，28岁的她目前是女足运动的代表，也在2026年最新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获得了最终提名。除了代表女足的邦马蒂之外，其他5名入围最佳女运动员奖的候选人是美国田径的梅丽莎·杰弗逊·伍登、肯尼亚田径的费斯·吉普耶根、美国游泳的凯蒂·莱德基，还有美国田径的悉尼·麦克劳克林·莱弗隆，以及白俄罗斯的网球运动员阿里卡·萨巴伦卡。萨巴伦卡是连续第2年入围，邦马蒂、吉普耶根和麦克劳克林已经连续第3年获得提名。至于莱德基，虽然这2年没有获得提名，但他曾经在2016年到2018年连续3年入围，而且在2022年至2023年连续2年获得提名。这次入围也是莱德基在职业生涯第6次获得该奖项的提名。2026年劳伦斯世界体育颁奖典礼将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现在巴塞罗那呀，拉波尔塔处于最好的年龄，整个巴萨的势头是向上，而隔壁的皇马由于主席老佛爷年岁太大，似乎比较起来有些相形见绌，所以超级皇马球迷龙塞罗也适时的给巴萨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呀，在拉波尔塔即将连任巴萨主席这一天，巴萨就收获了2粒点球，而此前他还总说裁判偏袒皇马，这很耐人寻味。哈哈，我估计龙塞罗已经感觉到了拉波尔塔还有未来的5年时间，不能说皇马是瑟瑟发抖吧，但是已经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对了，题外话啊，今天拉波尔塔当选之后，著名的曼联门将奥纳纳还打来了视频电话予以恭祝。这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啊，这是早年的埃托奥基金会的项目，也是拉波尔塔的政绩工程之一。奥纳纳是那个项目的代表，所以很熟悉。许多人不知道的是，29岁的奥纳纳当年14岁的时候，是通过埃托奥基金会推荐，正式加入了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在巴萨梯队效力多年。从 U16 升到了 U19， 一直是巴萨青训重点培养的门将，只是在5年后的2015年，从巴萨 U19 转会去了阿贾克斯，转会费15万欧元，所以奥纳纳是根正苗红的拉玛西亚青训出品。只是职业生涯从阿贾克斯到国际米兰再到曼联，现在暂时待在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体育。好，根据相关规定，拉波尔塔要到7月1日才能正式上任，在这期间尤斯特将继续担任巴萨的代主席。这位尤斯特从6岁起就已经认识了拉波尔塔，他们现在都63岁了，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友谊的历史，而且2个人从小都是巴萨球迷。尤斯特这个人在巴塞罗那呀，他稳重典雅，热情有礼貌，具备一个公众人物所能拥有的所有高素养。之前传出过沙特想和巴塞罗那合作啊，当时开始传尤斯特可能要去做利雅得胜利的副主席，但这件事儿后来也无疾而终，也属于拉波尔塔阵营的老资历了。好，最近巴塞罗那已经向克里斯滕森发出最终续约的报价，包含出场的浮动和处罚条款，如果不接受将寻找替代方案。克里斯滕森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这一份续约合同为期2个赛季，每年支付的薪水呢是目前他收入的1半，如果出场率超过1半，那么薪水将增加 50%， 但是也有处罚条款，如果第1个赛季出场率没有达到 30%，俱乐部可以支付一笔远低于他年薪的违约金解除合同。所以对29岁的克里斯滕森来说，这一份合同就比较苛刻了，我估计他还是应该会走人。那么最新消息，如果克里斯滕森拒绝续约，50科维奇将成为巴萨引援的备选之一。这位克罗地亚19岁的新星是从热刺外租到了汉堡队，他的经纪人就是超级经纪人扎哈维，扎哈维和拉波尔塔的关系非常密切。另一方面，巴塞罗那正在关注本菲卡的挪威边锋希尔德鲁普。这位21岁的挪威国脚在本菲卡对阵皇马的欧冠联赛中打入2球，他可以胜任左边锋和影锋，比赛中跑动积极，拼抢毫不懈怠。巴萨球探认为他拥有不容置疑的潜力。现在他和本菲卡的合同有效期到2028年，本菲卡当然希望续约，但小将现在已经跟多家欧洲俱乐部传出绯闻。另外，咱们稍微关注一下2030年的世界杯，现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申办。由于西班牙有2座城市退出，目前仅剩9座城市候选，而摩洛哥计划保留6座，葡萄牙维持3座。国际足联正在考察各个场馆，倾向于将城市总数控制在16座到18座，最终的名单仍可能调整。今年夏天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世界杯也是16座球场。现在西班牙这边仍然在申办行列的城市包括
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大都会球场、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还有西班牙人的球场，以及比尔巴鄂、圣塞巴斯蒂安、塞维利亚、大加纳利以及萨拉戈萨。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到底哪个球场用来举办决赛。好，咱们再看一下皇马最新的消息，老佛爷在转会市场上有大动作。据马卡报独家消息，皇马已经将拜仁慕尼黑的奥里塞作为了头号目标。老佛爷准备在赛季末送上一份巨额报价，金额可能达到 1.6 亿欧元。如果引援成功，奥里塞将跻身皇马队史最贵的引援。老佛爷已经将他视为当今足坛最具潜力的进攻天才之一，全力推动这笔交易。现在一是巴西前锋罗德里戈重伤，而且有可能在夏天离开皇马。那么罗德里戈如果走，奥里塞就是完美的替代者。他不仅能够填补空缺，而且会带来更强的进攻火力和更新鲜的创造力。要知道老佛爷过去擅长在球队最需要新的火花时完成重磅签约。现在巴塞罗那的威胁越来越大，面对伯纳乌永远高涨的期待值，老佛爷正准备策划一笔被内部人士称之为神来一笔的交易，主要就是迅速的要重新点燃皇马球迷的热情。当然了，想签下奥里塞绝非易事，拜仁慕尼黑根本就没有出售他的打算。他和拜仁的合同签到了2029年，最关键的是合同中还没有设置解约金条款，所以皇马必须和拜仁直接进行俱乐部对俱乐部的谈判。这种局面就让操作难度呈几何级数增加，想要从南大王、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手中抢人，难度堪比登天呀。不过老 K 倒是非常支持巨星政策，银河战舰起码能够在夏天将足球的热情点燃到鼎沸。而且咱们也不要那么轻易的断言不可能，因为在银河战舰一年买一个巨星，飞哥、齐达内、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哪一个不是豪门的当家球星？好，明天曼城对皇家马德里的比赛，现在姆巴佩能够上场，而最近3场小队长巴尔韦德打入了5个进球，和他此前71场持平。巴尔韦德和皇马的状态如日中天，所以皇马高层坚信俱乐部本赛季仍有能力赢得冠军，尤其是欧冠。在最关键的时候稍有下滑的阿韦罗亚，最近几场比赛的结果显著提升了他的处境和声望，不仅赢下了几场重要胜利，而且还踢出了一些颇具观赏性的足球，还大胆的信任青训球员，获得了额外加分。在皇马重用青训球员的做法一向很受球迷欢迎。由于近年来皇马青训球员很难顺利升入一线队，这一直是俱乐部高层感到沮丧的问题之一。未来还需要时间来验证，现在阿维罗亚重用的这些年轻人中，是否有许多人最终能够成长为皇马一线队的重要成员。但至少最近的这些比赛说明作为一位精明的俱乐部政治操盘者，马德里主义者阿维罗亚，他很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合理的使用自家青训球员。明天这一场对曼城，曼城的主教练瓜迪奥拉，他带领的球队近5次欧冠淘汰赛首回合输球此后全部被淘汰，所以曼城翻盘的可能性老 K 认为不足1%。好，咱们再关注一下南大王拜仁慕尼黑。拜仁现在一线队所有门将都遭遇了伤病，无法出场，整个球队一线队唯一有门将出场经历的球员竟然是哈里凯恩。在12年前2014年欧联杯小组赛热刺对阿斯特拉斯特里波利斯的比赛中，第87分钟，当时热刺门将洛里出击犯规染了红牌，热刺当时没有换人名额，只有21岁的哈里凯恩就换上了门将队服，戴上了手套客串门将。可当时刚刚来到了门将位置，凯恩就在一次对手的任意球攻门中出现了黄油手失误，最终在那场比赛中完成自己的帽子戏法，再加一个黄油手漏球，这也留下了经典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独造4球的历史。现在由于拜仁的2队首选门将科拉纳茨同样受伤，本场比赛拜仁需要在2队的门将亚尼斯贝特尔和16岁的 U19 门将普雷斯克特里中做出选择，而且根据媒体的消息，16岁的小将上场的可能性竟然更大。咱们南大王拜仁慕尼黑的新闻从来不乏节目效果。 OK， 兄弟们轻松一下，过去咱们拜仁慕尼黑的功勋名将巴西人泽罗伯托最近接受了一篇专访，太有意思了。泽罗伯托说，我1997年加盟皇马，那是我欧洲职业生涯第一站，代表皇马出场21次，打入了1个球，有2次助攻。随后10个月后被勒沃库森签下，当时电子游戏让我偏离了轨道，我当时很年轻，新婚不久，还买了一台 PlayStation，
除了想成为一名球员和买一辆车之外，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一台 PlayStation。于是我们买了它。新婚的时候，我就像一只公鸡，白天和妻子享受鱼水之欢，晚上我就打游戏。我玩到凌晨，饮食不健康，睡得也很少。当时我失去了所有的体能，体重也增加。训练时我还顶着黑眼圈，这是因为我想通关《古惑狼》这个游戏，但是我还是没能做到。然后我在黎明的时候感到很饿，我就吃了许多饼干。我会说给我拿个饼干吧，我本来只想吃一个，但最后整包饼干都被我吃完了。当时我还吃了许多零食，喝了一些软饮料，我在不知不觉中重量就增加了，并且因为无法通关游戏，我很有压力。这就是如今许多运动员失去了专注力和注意力的原因。泽罗伯托这位拜仁的巴西名将他早年不太自律，但后来对自己的身体管理非常好，尤其退役之后将身材练得特别好。现在虽然51岁了，但肌肉棒棒的，而且他还养了一头叫阿波罗的比特斗牛梗。他将爱犬称作儿子，而且还给狗开了社交账号。2017年，泽罗伯托在帕尔梅拉斯退役，当年43岁，退役后转做私人教练。当时在拜仁踢后腰泽罗伯托的后排插上是真强。06年巴西队的主力中场，尤其是二进攻拜仁以后，越踢越妖。在里贝里刚去拜仁的时候，感觉只有泽罗伯托能跟上里贝里的节奏。好，咱们再看看英超周日下午，热刺客场对阵利物浦这场比赛。在比赛前，热刺的主帅图多尔出现了颇为尴尬的失误，他把自己家球队的工作人员当成了利物浦的主帅斯洛特。他当时从球员通道走出来，从背后拍了一下热刺的球员联络官阿兰·迪克松的手臂，还顺势搂住了对方，似乎准备像赛前惯例一样和对方的主教练握手寒暄。他显然把自己家的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对方主教练斯洛特了。随后图多尔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还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和迪克松寒暄了一番。这个画面被现场镜头捕捉到，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眼尖的网友发布了视频，并且调侃道：图多尔把阿兰·迪克松错认为斯洛特，还配上了一串大笑的表情。很快评论区就被各种调侃填满，许多球迷都借机会讽刺图多尔执教热刺以来的困境，有点意思。而且图片中能看出来，确实有点像，不只是光头像。今天切尔西噩耗传来，老 K 刚刚表扬里斯詹姆斯出勤率高，他就不幸重伤，腿筋撕裂，预计将会缺阵2个月，本赛季报销。当然，也许还有一线希望，能够在本赛季末段能够伤愈复出。可是坦白讲，世界杯大概率是踢不上了。这也是因为近来刚刚踢完巴黎就踢纽卡，连着2场高强度比赛打满。本来里斯詹姆斯就受过重伤，本来他的腿筋就脆弱。过去马雷斯卡用他一直是保护着让他踢，好像有种不太玻璃的假象。但现在罗塞尼尔没有经验，队内工资最高的人又报销了。少帅罗塞尼尔最近成绩不好，压力山大。他们近3场欧冠淘汰赛均输球，而此前从未遭遇4连败。最近5次对大巴黎2平3负，也是切尔西在欧冠对同一对手最长的不胜记录。切尔西上一场英超，他们球员在赛前相互鼓励的时候围住了裁判，因为裁判当时拒绝离开开球点。现在切尔西将进行改变，队长里斯詹姆斯和助理教练一起提出了新的想法。未来的中圈赛前动员仪式将在本方半场进行。说真的也不能不如此否则每次都在数百万观众直播的比赛中将裁判围起来，那也是显得格外怪异。最后预测一下，葡萄牙体育对博德闪耀，博德闪耀晋级；切尔西对大巴黎，大巴黎晋级；曼城对皇马，皇马晋级；阿森纳对勒沃库森，阿森纳晋级。希望这次不要再搞我了，让老 K 全对一次吧。好的，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欢迎您订阅，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明天再见。